自古无人涉足的海岛景区，此刻却有无数顶尖高手重重把守。只因山脉深处同时出现了2道身影，一边是万年僵尸王，另一边则是一个身穿汉服的慵懒少年。就在众人一头雾水之际，你竟朝着虚空屈指一拍，那不可一世的僵尸王头颅瞬间炸开。这一幕当场镇住了在场所有武者，就连茅山副掌门也自认接不下你一招。正当众人惊骇未定时，你忽然冲着人群开口：“有手机没有？”这话一出，张峰直接愣住了。他实在想不明白，眼前的你不管是穿着还是气质，怎么看都像个古人，怎么一开口就这么现代？而就在他发愣的瞬间，你手里不知何时已经多出了一部手机。哦，已经是2025年了，看来没睡过头。正好是你当初穿越去古代的时间。你一边摆弄手机，一边自言自语：“你到底是人是鬼？”张峰忍不住好奇地问道。你闻言咧嘴一笑：“你见过有鬼长得像我这么俊？”你没再理会张峰几人，而是扫了一眼地上死去的僵尸，又看了看前方僵尸王的棺材。这小僵尸还挺会挑地方，居然挑中我睡觉的地方，拿我当他的修炼外挂。正如你所想，僵尸王在300年前找到这处风水宝地，发现此地日月精华格外浓郁，便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埋葬地。可他却不知道，这地方之所以如此特殊，完全是因为你沉睡在此。尽管你的话听起来像是随口一说，但在张峰等人耳中却无异于一记重磅炸弹。僵尸王之所以这么强大，竟然是因为眼前的你。他们忍不住望向你，心里满是疑惑和震撼。你究竟是什么实力，才能让僵尸王把你当成修炼外挂？这位先生，我叫张峰，749局守夜人。不知该怎么称呼您？张峰强压着心里的震惊，恭敬地问道。你淡淡回应道：“林业。”那您来自什么年代？或者说当时的皇帝是谁？此话一出，周围人的耳朵都竖了起来，尤其是那些弟子们，恨不得把耳朵竖得像兔子一样，一个个都激动得不行。毕竟眼前的你可是传说中的大佬，活得如此久远，在能人辈出的749局里也极其少见。就在众人屏息凝神等你回答时，你的声音随之传来：“我睡前的时代，皇帝是个叫赵灵的人。”北宋年间的皇帝1000年。张峰等人震惊的无语附加，几乎是下意识脱口而出：“李先生，你到底……”然而他话还没说完，突然轰的一声，一道粗壮如龙的雷电狠狠朝你们劈来。张峰脸色瞬间大变，这是雷劫！他顾不得多想，一把抓起身旁2人准备逃离，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经飞了起来。3人被一股温和的力量先一步推开，紧接着而来的是一道接一道的雷霆，如龙般粗细的闪电瞬间将你淹没。轰！第1道雷劫刚刚落下，第2道便紧跟着劈了下来。张峰等人看得目瞪口呆，原来今天的雷雨天并不是僵尸王引来的，而是眼前的你引来的雷劫。这可不是普通雷电，只有修炼到紫袍级的修道者才会遭遇雷劫，这就叫渡劫。只有修炼到紫袍级的修道者才会遭遇雷劫，这就叫渡劫。他连忙掏出手机，迅速将情况上报给749局。然而在上报途中，他亲眼见证了这震撼人心的一幕：雷劫一道接一道落下，第10道、第11道，仿佛永无止境。即便是哀牢山外，也能远远望见山深处天穹中那恐怖的雷云，简直像是末日降临。与此同时，京城749局总部得知你正在经历超出9道雷劫，立刻高度重视，并紧急召开最高层会议。各位，你们怎么看这位林业的危险评估？我记得当初王毅渡劫时，也只经历了18道雷劫。就因为他的强大，我们最后出动了5位镇守者才把他拿下。而这位林业的雷劫恐怕远不止如此。749局的会议室里，四周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来。那位专门研究鬼怪超自然事物的女人突然开口：“张老，您觉得呢？我记得当时是您出手震撼了王毅，才没让事情闹大。”张老那双深邃的眼睛依旧盯着屏幕，缓缓开口：“这位年轻人实力至少是紫袍中的佼佼者。”甚至很可能还在我之上。话音未落，会议室里的高层们顿时一片哗然。张老可是茅山派的支柱，10泰斗之一，连他都这么评价，你的实力到底有多恐怖？张老继续分析：他现在已经渡劫超过20道，当初我渡紫袍劫时也才35道。从张峰传回的信息来看，他的雷劫还没结束，30道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随着张老的话音落下，会议室陷入了一阵沉默。总局林德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达到30道雷劫吗？即便你的实力不如张老，也已经超出镇守者，迈入10泰斗行列了。他当即做出决定，吩咐下属查距离大理石最近的镇守者是谁？云南省周边有哪位泰斗？可就在他话音刚落的一瞬间，会议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一名情报员急匆匆冲了进来。总局出事了！重庆丰都县传来消息，就在2点10分，本该只在鬼节开启的丰都之门突然打开了，大量阴兵厉鬼蜂拥而出。你说什么？可还没等他从震惊中缓过神来，又一名情报员火急火燎冲了进来。宇宙锁龙井有异变，大量妖气从井中析出，还伴随着龙吟。现在宇宙镇守者已经紧急封锁周遭。紧接着又是一连串噩耗传来。总局，终南山突发地震，山体裂开一道缝，里面传出恐怖的鬼吼。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接一个的情报人员跑来汇报，会议室里顿时乱成一团。
林德再也坐不住了，就连之前气定神闲的张老也无法保持平静。这些消息随便拎出一个，都足以引发749局全面重视，甚至惊动10泰斗。可现在他们却像约好了一样，接二连三冒出来，就算是傻子也能察觉到，这背后必然有着某种因果关系。难道是因为你这位千年古人的出现？与此同时，丰都县一扇与古城门重合的大门里，突然传出了鬼哭狼嚎般的嘶吼，紧接着一团团漆黑鬼气从鬼门关中飘散而出，无数阴兵和厉鬼蜂拥而出。赵辽第一时间率队赶到，本想迅速解决这件事，却发现事情的严重程度远超他的想象。他死死盯着那扇门户大开的鬼门关，神情肃穆到了极点。我还以为只是鬼门关里有鬼跑出来，可现在看来根本不是。以往确实有鬼从阴间逃出的例子，但这次完全不一样，跑出来的鬼足足超过上万，而且不只是数量多，其中还有几个厉鬼，连赵辽都感到一阵心悸。地府那边到底出了什么事？难不成地府被鬼给攻陷了？就在赵辽皱眉疑惑之间，上一秒还鬼哭狼嚎的上万阴兵突然安静的可怕，紧接着鬼门关内卷起一阵阴风，一顶红艳艳的花轿被4只堪比僵尸王的鬼怪抬了出来。终于等到你出世了。我说过，不管你在何处，你迟早都要成为我的夫君。另一边，宇宙中的锁龙井，一名749局情报员正焦急打电话汇报情况，突然锁龙井里涌出大量黑色液体，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紧接着这些黑色液体汇聚成河，仿佛一条漆黑的深路。龙吟声越来越震耳，晴朗的天空瞬间乌云密布。等待千年，终于等到了这一刻。黑龙怒吼道：“定要报当年腰斩我龙神之仇！”类似的景象在各地不断上演，每一件事都是在你回来之后才发生的。而此时哀牢山深处，第30道雷劫落下，你眼神一凝，冲天而起。为了避免雷劫毁掉山林，你如同当年妖修王毅渡劫一般，在高空中应风来的雷电，场面震撼人心。张峰他们看得心惊肉跳，老陈喉咙像是被火炭卡住，艰难地说道：“49了。”话音刚落，第50道雷劫轰然落下。张峰眼皮狂跳，据他所知，能渡劫超过50道的泰斗天赋显然已经是泰斗级。就在此时，高空中的你缓缓睁开双眸，不耐烦地说道：“你这雷劫到底有完没完？一道接一道，我刚睡醒，饭都没吃一口，就被你劈了半个小时。”话音刚落，轰鸣的雷云瞬间安静下来。张峰直接看傻了，心想这是被你喊停了吗？如果这不是幻听内，他不敢再往下想，因为从来没听说过有人能喊停雷劫。很快乌云散去，你从天空落回地面，张峰他们迎了上来，惊骇地发现你毫发无伤，甚至连衣服都崭新如初。林叶先生，你没事吧？刚才你是在渡劫吗？张峰问道。差不多吧。你活动了下筋骨，微微一笑。能不能帮我个忙？张峰几人一愣，随即赶忙应道：“你尽管说，我们一定尽力办到。帮我办个身份证，顺手办个建行银行卡，挂告在749局。”不一会儿，你接过身份证和银行卡，满意的笑了。这下我也算合法公民了吧？说完，你收起证件，正准备离开。张峰一怔，没想到你这么快就要走。他正想着怎么把你留住，却没注意到你扭头看向前方一堵墙，眼神深邃，仿佛看穿了墙外的一切。就在张峰欲言又止时，手机突然弹出守夜人交流群的信息：终南山发生紧急事件，继承终南山仙翁之名的翁前辈亲自调查，虽然找到了引发者，却没能抓住。翁前辈失手了，还是在有增幅加长的终南山。张峰回想起你刚才看向的方向，正是终南山。引发终南山地震的人是谁？有眉目了吗？有，翁前辈说那是一个修轨道的人。另一边，你离开山脉，换了一身衣服，朝着终南山方向走去，拐进一条无人的巷子。没过多久，一团黑气穿过云层，眨眼间落在你面前。黑气中传出一道恭敬的声音：“林尊。”黑雾散去，露出一名单膝跪地的男子，神情恭敬到了极点。时隔1000年再见到你，他恨不得立刻上去拥抱。起来吧，没想到你居然也跟着沉睡了。你看了他一眼，目光落在他流血的手臂上。小黑，你受伤了，这还真是难得一见。谁把你伤成这样？不会是终南山那位仙翁吧？小黑苦笑着点了点头。是的，林尊，他本来想困住我在终南山调查我的底细，可我想来找您，意见不合就动了手。你笑了笑，难怪这个时代的终南山仙翁确实有点本事，在终南山他几乎就是无敌的。你走上前，随手抚过小黑手上的伤口，下一秒神奇的一幕出现了，伤口上缠绕的终南山地脉之力被瞬间瓦解，伤口迅速愈合。小黑再次躬身一拜：“不用跟我这么客气，你也别再自称下属了。我说过我不收手下，一个人逍遥自在。”林尊，您当年救了我全家于危难，还让我的妻子得以再活一世，这份大恩大德，我自愿为您续效犬马之劳，一切都是我自己的意愿。他说到这里又补充道：“这也是我选择沉睡的原因。当年您离去后，我陪着妻子直到她寿终正寝，之后便选择沉睡，只为等待您的归来。因为没有您的时代，活着也没什么意思。那你就在这个时代好好努力吧，不用一直跟着我，我习惯一个人。你也该好好享受这个世界了。”说完，你的身影逐渐消散，小黑下跪目送你离去。恭送林尊。
而另一边，丰都县已经彻底沦为了鬼怪的乐园，阴气冲天，鬼哭狼嚎，漫山遍野的厉鬼和阴兵肆虐着。若不是鬼门关内红花轿里的那位恐怖女鬼没有下令，周遭的鬼怪不敢轻易离开，恐怕丰都县早已沦陷。不过就算没有他的命令，这些鬼怪此刻也无法轻易离开，因为在丰都县749局的人马焦急等待中，总局的支援终于到了。虽然支援只有3人，但这3人的出现却让上万厉鬼和阴兵瞬间安静，甚至如临大敌，万鬼不由自主地让出一条路。为首之人带着2名同伴走了进去，最终停在红花轿面前。这3人的到来像一颗定心丸，让丰都县749局的人安心了不少。只因左右2人皆是紫袍级的修道之人，而中间的越王更是重量的。他是749局的支柱，冠以泰斗之名，更是当今大夏的至强者之一。越王站在那里，无需释放任何气场，单凭体型就极具压迫感，稳如泰山。他冷眼扫过在场的厉鬼和阴兵，最后目光落在红花轿上。阴间来的贵客，您与非鬼结识，阴间生灵不可前来阳间。那又如何？红花轿里传出一道威严又悦耳的声音，越王眉头微皱，继续说道：无论是鬼统地狱，还是地府地狱，皆要遵循地府制定的规矩。非鬼节之时，阴间生灵不得擅闯阳间。您今天擅自推开鬼门关前来，就不怕地府追责吗？他的声音掷地有声，如同重锤砸在心口。实力弱小的鬼怪只觉心口一闷，差点当场被震散3魂7魄。然而红花轿里却传来一声轻蔑冷笑：追责，那也得看地府现在有没有控管。不过就算有控管，谁要阻止我找夫君，就算是地府也不行。越王闻言眉头紧锁，对方话里显然藏着不少信息。没等他追问，红花轿里的声音再次响起：出身绕地藏佛光护体，走的是地藏王的路吗？佛家俗家弟子倒是难得出了个人才，劝你一句，让开路。此趟出行，本王只为找夫君，你若阻挡，别怪本王不给地藏王面子。他话音刚落，万鬼齐吼，阴气冲天。原本安心的丰都县749局众人心再次提到了嗓子眼，但越王却丝毫不惧，一步跨出，冷冷道：你找夫君我自然不会管，但这里是阳间，你的出现势必会给阳间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一点我无法坐视不管。话音未落，越王魁梧的身躯金光绽放，犹如地藏王现世。放肆！胆敢阻拦鬼后出行！红花轿旁一只阴气森森的阴兵统领怒喝，抽出鬼头大刀横劈而出。见此，越王怒吼出声，仅仅这简单一声，却带着滔天威压，音波所致，鬼风崩碎，甚至势头不减，直直横击向阴兵统领。阴兵统领脸色骤变，当即双手握紧鬼头大刀，似要奋力抵挡。但下一秒，红花轿里有一道恐怖阴风冲出，撞在音波之上，两者顷刻间被抵消。你们退下吧，本王说他是佛家俗家弟子，不代表他就弱，他不是你们能对付的。鬼后缓缓起身，模糊不清的身影出了红花轿，明明是喜庆的打扮，却让人感受不到半点喜庆之意，有的只是触及心灵的战力压迫。见此一幕，越王目光如炬，双手合十，阿弥陀佛。佛光在这一刻彻底绽放，没有所谓的念佛念咒去降妖除魔超，有的只是朴实无华的物理超度，别说是在古代，就是现代都少见。而鬼后却一点都不感到意外。这难道就是夫君以前说过的物理超度吗？呢喃出这句话的同时，他那纤细的鬼手立马抬起，对着越王粗糙的大手迎面拍拳。轰！佛光与阴风席卷全场，周遭的丰都城就至地动山摇。快上报给总局，鬼门关出来的鬼后是鬼统。地狱的统治者达到了泰斗级，还是泰斗之一的不动明王。论肉身强度，即便是人和妖见了，都得退避三舍，不敢与之硬碰。但此刻从鬼门关出来的鬼后，竟能与越王相抗，丰都古城就址大战爆发。而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越王身后的地藏王虚影双手合十，祥和的阿弥陀佛佛音呢喃而出。下一刻，万千蠢蠢欲动的阴兵和厉鬼皆是浑身一抓，痛苦哀嚎。见状，鬼后悠悠出声，直接无视身上被地藏王佛光灼烧的痛楚。你是我迄今见过的最强大的俗家弟子，我大概明白阳间的人为什么派你前来了。过奖了。越王身上地藏王佛光未减，反而越发耀眼。此时此刻，也有一些厉鬼和阴兵扛不住，顷刻就被超度。749局派我来，却因为我是10泰斗里最克制鬼怪邪祟的，所以阁下还是回鬼门关吧。我也不想再添杀孽。但就在他话音刚落，一股鬼气就从鬼后的身体里溢出。我承认你厉害，但不代表我拿你没办法。我只是单纯效仿夫君，他对待敌人喜欢先看敌人的优点。轰隆隆，他的头顶上空阴气开始汇聚，几个眨眼不到便凝聚成漫天阴云，将这片旧址都给笼罩。一阵阴风吹过鬼后，红艳艳的红嫁衣身影竟然直接消失不见，可周遭却怎么都找不到鬼后的身影，只有他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夫君说过，
只有看清敌人的优点，才能知道敌人强在何处，才能知道自己的不足之处。听到这里，无论是越王还是两位镇守者都心惊胆战。见状，越王只好将地藏王的佛光展开到极致，周身10米范围形成真空般地带，范围内祥和安宁，宛若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见状，鬼后的悠悠笑声则越来越近。一旦遇到佛家道人，尤其是那些修出金身的，我就算实力再强，遇到同级也得被削弱3分。我当时给出的回答是：没办法。天地之间万物相生相克，但我夫君却说相生相克不是绝对的，他教了我如何反过来克制佛家人。听着鬼后的话，越王心下一沉，隐隐感觉到不妙。越王眉头一挑，顺声看去，正是同他一同前来的两位镇守者。他们在红艳艳的阴气侵蚀下被破开，护身法体。越王有心想要救两人，却发现自己的佛光范围在鬼后说话的这段时间里缩小到5米范围，且周围红艳阴气太过浓郁，令他如同深陷泥潭，迈动双脚都像在泥塘里行走。见此一幕，他不敢怠慢，盘腿而坐，双手合十，连佛家金身都显露出来了。越王居然拿出了全力，远处拿着望远镜的分局领头人显然也没料到越王对付一个鬼怪居然要全力以赴。紧接着一道倩影从鬼门关中走了出来，正是越王的初恋。他害怕周遭的鬼怪，吓得哭得梨花带雨。佛家修出至阳是舍弃7情6欲，但夫君说过，世人根本就不可能舍得下7情6欲，尤其是情。听闻此言，越王转动的佛光下一刻竟凝成了佛串。我乃俗家弟子，无需舍弃7情6欲，想乱我佛心，你办不到，那不过是幻觉罢了。然而话才说出口，回应他的却是鬼后的轻笑。幻觉？你确定那就是幻觉吗？越王脸色微变，但还没来得及回应，鬼后已悄然跨入他的佛光范围。这一幕令越王脸色大变，这阳客之阴的常理在眼前被彻底打破。你觉得我是幻觉，还是真实？伴着鬼后话音响起，没等越王做出应对，一声不合时宜的笑声响起。鬼后胭脂，你还是这么喜欢拿你夫君教你的那套戏弄佛家人。与此同时，一家网咖里，你正选着机子开机，准备时隔1000年久违的打把英雄联盟。突然，你感受到了一份久违的熟悉。这妮子是在对付谁？怎么把教他打佛家人的那套法子都使出来了？思索间，你心里有了猜测。749局倒是挺会安排，派佛家人去处理鬼。唉，早知道就不教胭脂怎么打佛家人了。这丫头可别把749局的佛家人直接给宰了吧！念及于此，你眸光蓦地一闪。咦，他怎么也在这儿？京城这一带的土地公宴都在干什么？怎么让这老小子从天庭牢笼里跑出来了？你坐在电脑前，神情不禁有些无语。本来心里还盘算着撒手不管，反正再怎么闹腾，那些守规矩的家伙多多少少也不会坐视不理。但眼下这情况，若真是不管，估计得出大乱子。嘟囔着，你随手掏出一块玉，得，就当场把土地公墓的恩情还了吧。毕竟他们在北宋年间那会儿可没少我的帮忙。心念流转间，你意念一动，往玉里输送进一道念想，随即挪动鼠标点开了 O。而此时鬼后胭脂这边听到突如其来的笑声，顿时停下脚步，目光转向越王身后。只见一个男人蹲在石狮脑袋上，笑眯眯地看着他们。男人身着古代华服，身份显然非同一般。你是谁？越王语气深沉，没想到还没解决掉鬼门关出来的鬼后，又多了个棘手的目标。男人在石狮雕像上起身，正要开口，却是鬼后的话先一步传来：黑城隍，你从天庭牢笼逃出来了！天庭牢笼？越王听到这一句，顿时脸色一变。难道是号称天庭无人可逃出的天牢？黑城隍轻笑一声，看来跟我推测的没有错，我逃出天庭牢笼并不是意外。此话一出，鬼后身子震了下。难道是因为夫君渡劫的原因？见鬼后一副了然的样子，黑城隍笑了笑，这都过去1000年了，怎么还是除了你家夫君外，对谁都这么不温柔？他摆了摆手，算了，我也没打算能让你好好回答。我给你1诊查的时间，告诉我你那该死的夫君在哪里，否则的话……轰！只是他话还没说完，鬼后胭脂就直接爆发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说他夫君的不是，更别提有人要置他于死地。一瞬间，双方爆发了恐怖的激战，比之前鬼后与越王的那场战斗还要惨烈。两镇守者上前与越王会合，而越王却反而被晾在了一边。然而还没等半炷香的时间过去，鬼后与黑城隍的战斗平衡就被打破了。只见鬼后连连后退，红嫁衣的衣袖被香火点燃，火焰迅速蔓延，他不得不斩断衣袖一角，避免火焰烧到全身。黑城隍见状得意地笑了笑，语气中带着几分嘲讽：士别3日，当刮目相看。1000年来，鬼后的实力确实精进了不少。越王在一旁看得眉头紧锁，心中暗自思忖：难怪他对黑城隍如此忌惮，对方不仅实力强大，手段也极为棘手。与佛家的力量相比，香火之力似乎更胜一筹，而且两者同属至阳之力，不存在相互克制的关系。然而听到黑城隍的话后，鬼后胭脂冷笑一声：你连我都对付不了，
还想找我夫君的麻烦。话音未落，他全身涌动出无穷力量，正要全力出击时，突然一辆黄色电动车闯入了众人视野。不仅是黑城隍，连其他阴兵和厉鬼都被这动静吸引了目光。越王气震惊又疑惑，这是美团外卖，难道是总局派来的支援？他虽知道总局里有几个性格古怪的家伙，喜欢隐匿于市井之中，但眼前这个外卖员显然和他们毫无关联。就在他惊疑不定时，鬼后胭脂却先一步开口：“黑雾，你居然还活着！”黑城隍也在这时不屑一笑：“这不是那该死家伙的跟屁虫吗？你怎么没在家陪你那小娘子，反倒跑来凑热闹？哦，我忘了。”你家小娘子估计已经轮回好几次了吧？他悠闲地摸着大拇指上的扳指，丝毫不因黑雾男人的到来而慌乱，反而气定神闲地说道：“那该死的家伙是不是已经知道这里的事？他怎么不亲自现身，反倒派你过来？怎么，怕我弄死他吗？”黑雾男人从共享电动车上下来，却依旧难掩那股肃杀之气。对付一个偷吃香火的小贼，还用不着主人亲自出手。鬼后胭脂忍不住开口问道：“黑雾，我夫君在哪里？”他话刚出口，又立刻意识到什么，瞥了黑城隍一眼，语气坚定：“等我收拾了他，你再告诉我。”说完，他毫不犹豫地再度冲向黑城，红袖一挥，手中多出一枚比掌心还大的玉印。越王见到那玉印，脸色大变，惊呼道：“这是地府的十殿阎罗印！”在古代，帝王都有象征权力的玉玺，而十殿阎罗作为地府的掌控者，自然也有象征身份的印玺。黑城隍在看到玉印后，先是一惊，随后又恢复了笑眯眯的模样。我尊敬的鬼后大人，你拿出这么个大宝贝，可就不好玩了。他悄然后退一步，语气中带着试探：“这是哪位十殿阎罗的印？难道地府十殿阎罗中有人陨落了？”鬼后胭脂并未回应，而是手持玉印，轻易破开了黑城隍的香火之力。恐怖的黄泉之力化为9条黄泉龙，自印中咆哮而出，直扑黑城隍。黑城隍见状，眉头微皱，语气中带着几分忌惮：“本来还想抓住鬼后大人，问问那家伙的下落。那就算了。”随即他身形一闪，化作一道香火，瞬间消失在空中。黑雾男人望着黑城隍离去的方向，低声呢喃。黑城隍的实力确实比从前强了不少，虽然他没和黑城隍正面交过手，可从鬼后胭脂和他激战的情形来看，他心里已经有了判断。他并没有选择追击，因为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奉主人之命，阻止黑城隍把事态闹大，免得影响世俗。如今黑城隍已经离去，任务也算完成了一半。随后他转身看向鬼后胭脂，语气恭敬却不容置疑：“胭脂大人，主人有话让我带给你。”什么话？鬼后胭脂立刻看了过来，直接把黑城隍离开的事抛到了脑后，前后变化之快，令越王他们目瞪口呆。这就是爱情的魔力吗？看来这位鬼后妥妥是个恋爱脑。主人让我转告你，回去吧，胭脂。现在的阳间和以前不一样，别乱来。等我处理好这边的事，自然会去找你。越王和老镇守者交换了个眼神，忍不住偷瞄鬼后胭脂，心里满是好奇。鬼后胭脂的夫君究竟是何方神圣，竟然能让这位鬼后如此痴迷？胭脂皱了皱眉，不能直接告诉我夫君在哪儿吗？黑雾男子摇了摇头，我想他暂时没空见你。阳间和过去不同，超脱世俗的圈子，和凡人完全隔绝。你出现在阳间会惹出大麻烦，还是回阴间吧。说完，黑雾男人以为任务完成，正准备离开，鬼后胭脂却叹了口气：“也想回去，可现在阴间回不去了。”黑雾男子一愣，转头盯着他，目光落在他手里的十殿阎罗印上。地府出事了。鬼后胭脂摇了摇头：“夫君不让我找他，我就不找。但我不打算回阴间，我会找个地方待着，或者四处看看，等夫君来找我。”黑雾男人诧异地打量着鬼后胭脂，但很快他又摇了摇头，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些都跟他无关。既然如此，我先走了。随后，黑雾男人骑上共享电动车，黑雾翻涌疾驰而去。鬼后胭脂轻飘飘落在红花轿前，坐回轿中，回头看向越王：“我会按夫君吩咐，不打扰阳间世俗。你要是阻拦，我不介意继续动手。”越王笑了笑：“鬼后大人说笑了。鬼门关虽只在鬼节开放，但只要你不影响阳间，我可以放行，只是别惊动世俗。”权衡利弊，越王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毕竟鬼后胭脂的危害比黑城隍低得多。四尊僵尸王齐声起轿，红花轿缓缓抬起，万鬼紧随其后，准备离开。这时越王忽然开口：“鬼后大人，稍等！”红花轿内悠悠传出鬼后胭脂的声音：“怎么？刚才那位黑雾朋友，不知能否告诉我他的来历？还有你对付黑城隍的印，可是真正的十殿阎罗印？据我所知，他该在十殿阎罗手中，绝不能轻易外借。恕我冒昧打猜测，十殿阎罗印落在他人手里，要么是您夺走，甚至您杀死了一位十殿阎罗，要么地府出了大问题，导致十殿阎罗印落入您手。所以地府究竟出了什么事？”四周一片死寂，阴兵厉鬼，两位镇守者皆屏息凝神，空气中仿佛连风都停滞了。片刻后，红花轿内传来鬼后胭脂冷淡的声音：“十殿阎罗印是秦广王托付于我。”
越王瞳孔一缩，语气瞬间变得更加肃穆，甚至带着一丝难以置信。秦广王死了！虽早有心理准备，可真相揭晓的一刻，越王仍旧难掩震惊。然而鬼后胭脂并未正面回答，只是悠悠飘出一句话：事情复杂，我说再多，你不一定信。与其问我，不如让阳间懂走阴的神通之士亲自去查。话音未落，四尊僵尸王已抬起红花轿，踏空而去。越王目送鬼后远去，沉吟片刻，转身对分局负责人吩咐：联系总局，找个问米婆走阴下地府。负责人立马点头。我这就汇报。他虽然没听见对话，但也猜得出这事儿跟鬼后和地府脱不开关系。走阴这门事，科学还解释不了，各地叫法五花八门，摸下下神、过阴啥的都有。说白了就是魂离体去阴间走一遭。问米婆就靠这吃饭，把王者请上来跟家人唠嗑，厉害的甚至能指导皇权。传说包青天就常去阴间查案。远处高空，鬼后坐在红花轿里，掀开帘子，望着云卷云舒，却没心思欣赏美景。阴兵统领凑过来提醒：鬼后大人，咱们来阳间，不是该找叶之王大人说地府的事吗？轿内传来鬼后淡淡的声音：这事会打扰他享受悠哉日子。他低头看着十殿阎罗印，想起黑雾男的话：林业要好好享受，暂时不想被打扰。对他来说，林业比地府更重要。阴兵统领赶紧道歉：是属下唐突了，咱们等叶之王大人玩得开心再提。让他先玩吧，难得他对这个时代感兴趣。至于地府的事先搁一边，咱们先找秦广王的转世身。他战死前应该分出了一缕残魂投胎，现在是最弱的时候，得赶紧找到他，帮他恢复记忆。秦广王大人没魂飞魄散，太好了！他残魂投胎正是恢复的好机会。你带一队阴兵去大夏各地找，尤其是他前世出生地，记住别影响世俗，否则后果你知道。谨遵鬼后大人之命。与此同时，大理寺，你坐在电脑前，耳机里传来喷塔 Q 的音效，你一脸黑线，千年不玩 LOL 王者打青铜还被五杀，真是日了狗了。你飞快敲着键盘，跟甩锅队友互喷，一顿问候过后，游戏队友点了投降，你也没惯着，直接结束游戏，正想开下一把，玉佩里突然传来黑雾男人的消息。当得知事情解决，你咧嘴一笑，还是小黑办事靠谱，这么快就搞定了，还以为黑绸皇那家伙得闹出点动静才肯罢休，难道是黑绸皇那家伙实力1000年都没长进？但下一秒读完黑雾男人的另一条信息，你眉头一挑，10殿阎罗印，胭脂怎么会有10殿阎罗印？这东西可不是随便就能换主的，难不成阎罗王看在我的面子上给了他？可你转念一想，又立马摇了摇头，还人情也不至于把印给出去。排除了这个念头，你脸色一下变得古怪，显然和越王想到一块儿去。不过比起越王的着急，你倒是淡定得很。地府那摊子事儿关你屁事儿，你现在只想好好享受当下。不过考虑到地府可能会影响阳间，想了想，你决定找个知情人打听打听。第一反应是找鬼后胭脂，但念头刚起就被你掐灭了。还是算了，他那性子一找就粘上来。你要是打游戏跟女队友互动一下，他怕不是顺着网线就去砍人。沉吟片刻，你很快有了目标，去京城找土地公婆。这两口子掌管着大夏最重要地区的土地，除了跟天庭有联络，肯定也和地府有往来。正好顺路问问这代土地公伯黑城隍怎么跑出来了。随后你顺手点开 LOL 排位，边打游戏边等张峰帮忙卖掉那些金银珠宝，好换钱买机票。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京城749总局会议室里，林德手里捏着各地报上来的文件，太阳穴一阵阵发疼。局长，我建议立刻派人支援锁龙井。会议室里除了林德，还有后勤、科研、财务3部门的高层。10太斗之一的长老已经出动，处理各地的1级紧急事件。要不让越王去锁龙井？我正有此意。对了，问米婆安排的怎么样了？丰都的事儿牵扯到地府，他不敢马虎，早早就让人联系了问米婆。后勤部负责人接过话，已经安排好了。你找的是虾婆婆？对。后勤部负责人点头承认。陈教授闻言赞同道：虾婆婆走阴确实是一把好手。正说着，电话响了。后勤部负责人接完电话，抬头对林德说：刚接到闽南分局的通知，虾婆婆已经准备好，随时可以开始走阴。很快，画面切换到闽南分局，虾婆婆和分局负责人坐在一间宽敞的房间里，桌上摆满了各种道具和材料。虾婆婆坐在桌前，神色平静地问：林总局，听说你们找我走阴，是因为地府出了岔子？对，丰都的事你应该听说了，这次麻烦你走一趟地府，看看情况。如果是地府的问题，那就说得通了。最近我和同行朋友们走阴请鬼上身时，发现鬼都叫不上来，甚至连阴间都进不去。我们还以为是特殊时期的原因，比如鬼节或者天狗10月。今年又是阴年，地府可能会忙一些，但看来是我们想的太简单了。林德双手交叉抵在鼻前，眼神闪烁，他心里清楚，这次地府肯定是出了大事。夏婆婆，您现在就试试能不能走阴吧。
说完，他被人搀扶到问米桌前坐下，随手抓起一把米撒在桌上，开始念诵听不懂的闽南古语。王请东极清华大地，南请中兴大地，看请气阳归阴。我将翠花靠阴间大门，一靠二靠。在林德等人的视角里，虾婆婆像是触电般拍打桌上的米粒，额角不断冒出冷汗，眉头紧锁，不时拿起桌上的古怪道具。而在虾婆婆的视角里，她经过一番艰难的过阴，原本漆黑一片的视野突然变得明亮，面前出现一道悠悠发光的门户，她的魂魄终于跨过阴阳界限，进入了阴间。映入眼帘的景象和越王所见的鬼门关如出一辙，四周阴气弥漫，鬼火诡异的飘荡着，脚下是一条由黄土和青石铺就的黄泉路，延伸向远方，仿佛永远走不完。虾婆婆虽是魂魄状态，却习惯性的抹了抹额头不存在的汗，总算进到阴间了。她对这片阴森之地毫无惧意。黄泉路走了几十年，早就像回家一样熟悉，可眼前的情景却让她眉头紧锁。怪了，怎么路上一个鬼影都没有？往常这条路上魂灵熙攘，阴差往来，如今却静得像被宵禁的古巷，死寂的让人发怵。虾婆婆脸色凝重，意识到事情远比她想象的严重。走阴进不去，阴间还算常事，但黄泉路上一条亡魂都没有，绝对不正常。看来之前是我太乐观了。他心里一沉，终于明白为何鬼后胭脂会让749局亲自走阴。要是鬼后把黄泉路的情况说出来，别说749局，就连自己这个常年走阴的老婆子都未必会信。怀着这份疑虑，虾婆婆循着记忆中的路径，一步步朝丰都城走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黄泉路上无尽的黑暗与死寂如影随行，他脚步轻车熟路，快步前行。终于，丰都城到了，一座宏伟的城池逐渐显现在他面前，宛如一头遮天蔽日的巨兽。他加快脚步，准备踏入这座传说中的城池。然而就在他抬脚的瞬间，原本的欣喜瞬间化为惊恐。我的老天爷啊！他失声尖叫，双脚一软，跌坐在黄泉路上。眼前的丰都城早已不复往日的气吞山河，残破不堪的城墙摇摇欲坠，鬼火熊熊燃烧，尘土飞扬，阴兵的残枪断戟散落一地。那宏伟的城墙仿佛被一只巨掌拍塌，留下巨大的掌印。虾婆婆的脑子顿时一片空白，无法理解丰都城为何会变成这般模样，更无法想象究竟是何等存在能将这座阴间巨城一掌摧毁。与此同时，749总局会议室中，林德总局盯着荧幕，眉头紧锁。夏婆婆还没回来吗？回应他的是一旁的女孩，虾婆婆的接班人。走阴去地府需要时间，婆婆应该很快就行了。那就再等等吧，去的久点也好，正好详细问问。就在他话才说着，却见荧幕上的虾婆婆终于有了动静。她猛地抬头，满脸惊恐，声音发颤：“地府出大事了！”林德总局连忙安抚：“夏婆婆慢点说，先喝口水。”然而虾婆婆的情绪还是压不住，她深吸一口气，声音发抖却格外清楚：“丰都城塌了。”短短5个字，却在会议室里掀起滔天巨浪。这消息像核弹一样在众人心头炸开，惊悚感如同无形病毒，瞬间蔓延开来。林德总局脸色一沉，声音也不自觉拔高了几分：“夏婆婆，你说什么？丰都城塌了？你确定吗？这玩笑可开不得啊！”他死死盯着荧屏，心里默默祈祷，希望下一秒能听到虾婆婆笑着说：“嘿嘿，大家别慌，老身刚才开玩笑的。”然而现实却让他彻底失望。虾婆婆深吸一口气，声音发抖却无比坚定：“塌了，丰都城塌了，我没开玩笑，林总局。”他的话像决堤的洪水，一股脑全倒了出来。我亲眼看到丰都城塌了一大半，而且到处都是尸体，阴兵阴差死了一地，这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战，真的太惨烈了，到处都是尸体，城前的黄泉路都被鬼血染成了血红色，黄泉路上连一个鬼魂阴差都没有，我没有撒谎，你们一定要信我。他的语气几乎是在恳求，真的，黄泉路无往生之魂。我不确定丰都城还有没有生灵，我不敢靠近，我太害怕了，我怕我也死在那里。他的情绪越来越激动，声音近乎嘶吼。听着虾婆婆的话，没有一个人还能镇定下来，脸色都变得很难看。林德总局也是心头狂跳。经过再三确认，虾婆婆没有疯，也没有说谎，两边会议室的人都安静了下来。林总局，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要是地府没了，恐怕不只是阴间，就是阳间也得。分局负责人强压着情绪，神情低沉到了极点。虽然他没有继续说下去，但众人都明白他后面想说什么。虾婆婆也在这时开口：“地府是掌管轮回的，一旦通都城出了问题，轮回很可能会受影响，会牵连到轮回投胎。”林德总局沉吟了片刻，这才开口：“大家先稍安勿躁，丰都城被毁，肯定是地府出了大事，这事确实得查清楚，但先别自乱阵脚。目前我没接收到关于新生儿大量难产的相关信息，至少从这一点看，轮回投胎还在运转，地府应该不是覆灭或者彻底消失，恐怕是丰都城遭受了严重损失。虾婆婆，我们需要你的帮忙，你接下来尽快筹备出一个团队，
我需要你们前往阴间调查地府到底发生了什么。另外，如果可以在查清楚地府发生的事情之外，看能不能联络上阎罗王、牛头马面他们。我相信地府还有存的神与鬼在，想办法找到他们。好，给我老婆子1星期，不，3天时间，我一定筹备出最强的走阴团队，到时候我亲自带队去地府，就是豁出性命，永世不得超生。我也一定要找到地府存活的神明。虾婆婆坚定地说。林德总局郑重点头，起身为虾婆婆的承诺鞠躬致敬。夏婆婆，您的付出即便世人不知，但我们749局铭记在心。虾婆婆闻言笑着摆手，这不用，我只是尽自己力所能及。随后虾婆婆没有久留，给出承诺后离开会议室。目送着虾婆婆离去，林德这才收回目光，看向屏幕里的分局负责人蔡老弟。今天发生的事情不许外传。林总局，你放心，这件事情我会让会议室的人严守秘密。林德点点头。丰都城被毁，地府神明失联，不知去向。这些消息若是随便传出去一件，都足以引发超世俗圈的大乱，甚至影响到世俗。我接下来会做一些安排，为地府的状况做点准备。他话音一顿，随即才悠悠道：万一地府覆灭，得保证轮回的运转。此话一出，蔡老弟屏住呼吸，不敢继续往下想。地府覆灭了，天庭那边不可能坐视不管。然而他的话才说完，林德却叹了口气：万一天庭也受到波及呢？此话一出，蔡老弟瞳孔骤缩。天庭受到波及，这可能吗？可这个念头才冒出来不到半 S， 林德就先一步开口：最近749局在修道之事驱除灵异事件，我们本来是想找土地公婆帮忙，可结果是连他们也找不到，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这种情况到现在差不多持续了半个多月。听到这话，蔡老弟大惊失色。林总局，京城土地公婆这是失联了？之前还不敢确定，但出了地府这事，我感觉是的，具体原因不得而知。接下来也会针对这事进行调查，去把外派出国的石太伯和关星行叫回来，让他负责京城土地公婆的事情。是。3位总局部门负责人异口同声。随着会议结束，前往各地解决一级紧急事件的泰斗和强大镇守者都收到了一条不得外传的机密信息，那是关于丰都城背后地府神明不知去向的消息。得知这一信息，他们全都震惊到了极点。而另一边，你从网咖出来时已经是第2天早上。通宵玩游戏真爽，可惜没有舍友，不然一起通宵会更爽。你说着，手机上显示某宝到账1888000，你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效率挺高。749局帮你联系卖家，处理了一部分金银珠宝和古董字画，如果全部处理完，估计能有小1个亿。想到这儿，你满意的关掉手机，看向远处昆仑山的方向，因为昆仑山的地狱之谷正是你一手打造，也是那里成为北宋能人异士的摇篮。你留下也是希望大家多一份保障。随后，一条挂着金色小铃铛的手串出现在你手腕上，你冲着昆仑山的方向摇动手腕上的铃铛。清脆的铃铛声仿佛带着无形的魔力，一直传到遥远的昆仑山。与此同时，昆仑山的山谷里宛如人间仙境，除了环绕山谷的8根巨大石柱之外，还有遍地林草鲜花，大大小小加起来足有上百个池子。说是池子，不如说是温泉池，或者说是仙池，可延年益寿，驱除百病。然而此时，这处传说中的地狱之谷里，却聚集了不少修道之士。林建轩脚步猛然一顿，欧老，石柱子上有字。欧老等人闻言一怔，顺着林建轩指去的方向望去，只见那悬浮的石柱上竟然浮现出一层古怪文字，像是古代一刻。北宋末年，兴趣为然，鄙人在此闲居瑶池，打发时间。欧老吞了吞口水，一字一句，语气沉稳地念出上面的内容。镇守者老人眼睛瞪得老大，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口气可真不小。这制造山谷之人，居然敢把亲手建造的地方叫瑶池！要知道，瑶池2字在大夏代表的意义可不是一般的大。瑶池可是大夏神话传说中西王母所居之地，而且传说西王母的瑶池就在昆仑山上。如今打造出地狱之谷的修道之士，竟然在昆仑山上建了个山谷，还直接命名为瑶池，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心里虽然想反驳缔造者的胆大，可想到如今山谷瑶池的神奇，他们顿时又沉默下来。欧老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反而死死盯着文字，神情古怪。60年的研究，原来自己研究的只是最外面那层皮，现在才算真正的先知。想到这些，欧老心里忍不住暗暗呢喃：北宋年间到底是哪位修道之士创造的？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节点开启真正的仙池？难道他已经推算到未来会有劫难，所以大夏才会借仙池应劫？虽然不确定是不是，但至少欧老可以确定一件事：创造人间瑶池的修道之士，绝不是他能比拟的，也不是他能揣摩研究的。紧接着，欧老回过神来，开口说道：拿手机过来，我要跟总局那边汇报情况。不是吧？我开启的只是仙池第2层人间瑶池，都1000年了，还没人发现第2层人间瑶池吗？我创造的仙池有这么难破解？
你说到后面一脸无奈，本来还想着山谷被发第2层人间瑶池开启之后，就能顺势帮忙打开第3层蟠桃盛宴，结果第2层到现在都没人发现。早知道你就该把破解方法弄得简单点，直接念一句芝麻开门就行了。随后你重新取出铃铛手串，借着铃铛远程控制山谷8根石柱，开始设定破解方法。从现在起，石柱子要是被触碰超过100次，就开启仙池真正的模样。第3层蟠桃盛宴，这样总不至于还没人发现吧？你抱怨了一句，不多时设置完成后，你收起铃铛手串，看了眼手机时间，当即叫了辆滴滴。很快一辆滴滴车开来。你好，尾号9701吗？司机很是健谈，见你点头，他先看了眼你来时住的星级酒店，一边踩油门一边主动搭话。小哥，您这是来咱京城旅游吗？南方来的吧？师傅，这您都能看出来吗？我就是来逛一逛，顺便看看能不能找老朋友聚聚。那还能看不出来吗？我干出租车都几10年了，啥人没见过？一般啊，南方来的，尤其是芈月来的，不是先去故宫、北京长城，而是先去找财神庙之类的庙宇拜一拜。他说到这里，看了一眼手机导航的目的地。不过一来京城先去土地公庙的倒是少见啊。我这是今儿头一次见。是吗？不过土地公婆也是神仙嘛，拜一拜准没错。小哥您年纪不大，思想倒是挺传统啊。小哥，你要是信这些，我觉得你可以换个庙。最近你要去的这个庙里，很少有人来拜。为啥？前不久这个土地公庙有人拜的时候，土地公婆突然就裂开了。你信这个的，应该明白这有多不吉利呀！裂开了？你是说土地公婆的脑袋吗？眉心处裂开了？你挑了挑眉问道。这次轮到司机挑眉，他显得十分惊讶。小哥，你怎么知道的？然而这一次你并没有回答司机，只是心里暗暗想着，希望这个雕像不是土地公墓的主神雕像。除了老传统里不吉利的说法，还有另一个说法，神仙雕像没有心灵力量的神明。10几分钟后，你抵达土地公庙。往常这个时间点的土地公庙多少都会有香客来，但今天的土地庙却格外冷清，只有你一个人。你独自走进庙的最深处，里面摆着2尊神仙雕像，土地公和土地婆。其中正如司机所说，土地公雕像眉心处裂开，一直裂到脑。见状，你单脚在地上画了个圆圈，手掐诀印，轻轻一跺，刹那间土地公庙亮起了光芒，那是常人肉眼看不见的光。见此情形，你立马布下障眼法。从外面看，别人只会觉得你在庙里随意参观，但实际上都被障眼法遮掩住了。你做好这一切后，一跃跳上雕像台子，仔细查看土地公雕像，确认这不是这一代土地公的主神雕像。于是你轻叹一声，随手拿起放在一旁修补雕像的剩余材料，尝试补上土地公雕像的裂缝。然而材料根本填补不完整。你眯起眼睛，心想分身补不上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土地公的主神雕像关乎土地公生命，但分身也不是无关紧要，连分身都顾不上，只能说明一种情况：土地公要么身受重创，要么已经身死。至于是哪种情况，得找到土地公的主神雕像才行。只是土地公的主神雕像关乎其生命，一般都会被土地公四处转移，一时半会儿很难找到。你不禁转身朝土地婆雕像连声呼唤：土地婆，土地婆！既然土地公找不到，那就找土地婆，问问他这件事的缘由。可接连几声呼唤都得不到半点回应，仿佛石沉大海。你叹了口气，看来只能找到土地公婆的主神雕像，才能一探究竟。可是土地庙太多，多达40至1000余个，排除掉那些历史久远的，短时间内根本难以找到。你摸了摸肚子，还是先去吃饭，吃完再挨个去找。你一边说着，一边端详着掌心里的土地公雕像碎片，向庙祝打听了些事情，然后转身离去。而就在你离开不到半分钟，庙祝身后传来动静，他抬头一看，又有一名年轻人走进庙内。庙祝有些发愣，但还是把关心河问的事情一一说了出来。所以你的意思是，他知道土地公庙眉心开裂的事，却还是过来转悠？关心河问道。好，我知道了。谢谢老爷子。从机场出来后，他就马不停蹄地赶往一座座土地庙查看土地公的情况。而当他查到这处土地庙时，注意到庙里有障眼法阵亮起。除了749局，居然还有人在调查到土地公，难道是地府一事的关联者？就在半个多小时后，你抵达了当地最繁华热闹的夜市，目光投向不远处靠窗的一桌，那里坐着3名女孩。你二话不说，快步走了过去。你落座时，其中2名女孩下意识看了你一眼，瞬间眼底闪过一抹惊艳。那个男的长得真帅啊，小七你快看！然而被称作小琪的女孩却毫无反应，只是呆呆发愣。你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个叫小琪的女孩穿得很时髦，还牵着一条金毛犬，正乖乖趴在女孩左脚边。小七，你还在难过吗？都好几天了，别难过了，过几天我再给你重新找一个。左边的女孩试图安慰小琪，却被右边的女孩打断了。晴晴，你别说了，小琪他们在一起那么多年了，多少都有感情吧，哪是重新再找一个那么简单？像是戳中了伤心事，小琪的情绪更低落了，甚至眼眶都红了，泪水在眼里直打转。他脚边的金毛犬也察觉到主人的情绪，轻轻叫了2声，还蹭了蹭小琪的腿。这时金毛犬朝你叫了一声，你见状看了眼金毛犬，最后还是径直走向小琪。我是刚才被一条狗委托，准确的说是被一条叫肉肉的金毛犬委托。
他要我告诉他的主人，也就是这位唐雨琪小姐姐，他让我告诉你别伤心，别自责，他的死不是你的错，是他自己贪玩，自己开门跑出去。说完，你在他们神情逐渐变化中，冲着那条金毛犬说道：“现在帮你说完了，可以了吧？”金毛犬朝你叫了一声，像是听懂了似的。旁边的小琪听到你的话，下意识往左边看去，却什么也没发现，视线里空空如也。你们别整我了，肉肉死了，我真的很难过。你们还串通人来这样搞我，也许你们觉得这样能安慰我，可这根本不能让我得到安慰。你跟他是第一次见面，根本不可能认识他，更不可能知道他3天前去世的宠物金毛犬肉肉。3天前，他的金毛犬肉肉意外被车撞死，这件事让他很伤心。那是一条他养了7、8年的狗。小琪，这不是我们安排的。我就算再怎么想安慰你，也不可能想出个这么荒唐安排。我不认识这个男生，更不可能跟他串通。普通人肉眼是看不见的。7年前有位小姐姐，在她第一次去上班的路上，遇见了一只瘦的皮包骨的狗狗。她在小姐姐公司隔壁被一条铁链拴着，应该是一只看家护院的狗狗。一直说到狗狗最后快要离世的那一刻，你没有再说下去，因为小琪已经捂着嘴哭成了泪。他在这一刻终于相信了你说的话，委托是真的。你口中的故事就是他和肉肉的故事，细到下雨天见肉肉的细节，那是只有他和肉肉才知道的事儿。肉肉真的委托你了吗？小琪哽咽着，死死抓着你的衣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他以前不信佛也不信鬼神，可这一刻他愿意相信，只想得到你的答案。你自然也给了他回应。他就在你的左脚边趴着。虽然小琪不可能听见，但身旁的金毛犬还是叫了一声。小琪哭了，哭得浑身都在发抖，不是因为他听到了叫声，而是他终于确认你的委托是真的。因为他的肉肉最喜欢的就是趴在他左边，每次待在一起，他总是趴在左脚边。这一刻，小琪不顾周围人投来的异样目光，趴在你身上嚎啕大哭。肉肉是你吗？你在我身边吗？他冲着空荡荡的左脚边哭喊，试图去摸那只看不见的狗狗。你没有说话，只是扫了一眼周围，窃窃私语，把小琪当成神经病的人群，然后随手打了个响指。顿时，上一秒还在窃窃私语的周围人仿佛什么都看不见。同时，小琪和晴晴都觉得眉心被碰了一下，再睁眼看去，小琪再也忍不住泪水。晴晴和另一位女生惊呼，满眼不可置信。只见原先在小琪空荡荡的左脚边，竟然有一只金毛犬缓缓出现在他眼前。你默默起身回到旁边的桌位，不想打扰小琪和肉肉的最后告别。其实肉肉并不是贪玩跑出去的，而是那天正好是他和主人相识的第7年纪念日。可小琪因为公司会议没法陪他，肉肉便决定自己去找他，结果却意外死于车祸。也正因为如此，你才接下这个委托，却没有告诉小琪，你不想让他因此自责。吃完烧烤后，你起身离开，抬眼望去，小琪和肉肉还在最后话别。你掐指一算，轻声告诉他10天后去当地狗市买下那只年纪最小的金毛。这时你虚空一点，一道光芒融入小金毛的眉心。做完这一切，你转身离去，只留下一句：今天心情好，就结个善缘吧。小琪愣在原地，直到10天后，他在狗市里买下了那只金毛。令他惊讶的是，金毛总喜欢趴在他的左脚边，轻轻蹭着他。他这才明白你话里的深意，他的肉肉转世回来了。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每当肉肉寿终正寝，他总能再次转世回到他身边。89年后，小琪在家人环绕下安详离世。黄泉路上虽然阴风阵阵，他心里却满是忐忑。熟悉的叫声从前方传来，小琪回头看见肉肉就在前面，泪水瞬间模糊了他的视线。肉肉不再趴在他的左脚边，而是陪着他走向轮回。那一刻，黄泉路不再可怕，反倒回荡着他和肉肉的对话。肉肉，这次是我没能陪你，肉肉不生气就好。那下辈子你还能陪在我身边吗？走出烧烤店，你拍了拍已经填饱的肚子，随意瞥了眼远处。另一家烧烤店里，关星河正坐在店外吃着烧烤，时不时朝你这边张望。还在跟踪我？你心里暗笑一声，头也不回地朝下一个土地庙走去。关星河起身结账，却没有立刻跟上来。他看了看你越来越远的背影，转身走进了你刚离开的烧烤店。老板，刚才那人进来是吃烧烤吗？有做什么特别的事吗？余光一瞥，他突然怔住了。他看向店里的3女，准确说是3女中的小琪以及肉肉。灵魂犬，他那如星河般深邃的眸子紧盯着肉肉，准确说是肉肉眉心的光芒。这是轮回印记。关星河认出了那道光芒的来历。这可是地府的禁忌术数，极其强大，涉及阴阳6道轮回。拥有此印的人可以自主选择投胎目标，还能保留生前记忆。就连普通人都知道轮回投胎是阴阳大忌，必须由10殿阎罗审判才能敲定。而轮回印绝对是大忌中的大忌啊！一个阳间人怎么会使用地府的禁忌术法？他果然跟地府有关系，这可真是意外收获呢。他最终没有尝试抹除轮回印，不是不想，而是太费劲了。这种禁忌术法他只在古籍上见过，一时半会儿根本抹不掉。他怕耽误时间把你跟丢，反正他终究会进入轮回，地府应该会自己处理。关星河随即离开烧烤店追了上来，因为你长得帅气，在人群中特别显眼。关星河很快就找到了你。此时你们之间不过10来米，这是要去下一个土地庙。随着时间推移，关星河发现你走的方向正是土地庙，他决定不再跟踪，要在那里直接擒拿你。要对我动手了吗？你感受到身后关星河的蠢蠢欲动，心里暗自嘀咕，对此并不意外，换成是你也会准备出手。毕竟无论是为肉肉和小七施展的轮回印，还是你寻找失联的土地公婆，随便哪一个都足够让他出手擒拿。很快你来到了土地庙，
这里和之前不同，映入眼帘的与其说是庙，不如说是个土地瓮台。坐落在老松树下，小小的瓮台有些龟裂，饱经风霜，却依旧屹立。就是现在！当你站在土地小庙前，趁着周围无人，关星河雷霆出手，他速度快得惊人，目光如炬，宛若一头从地狱冲出的厉鬼。一步跨出，眨眼间已经到了你身后，毫不犹豫，一掌印向你的后背。关星河掌心亮起荧光般的光辉，上面还有玄之又玄的纹路。若有镇守者或泰斗级修道之士在场，定会脸色大变。这一掌有封魔居神之威，别说打在人身上，就是打在僵尸王、千年大妖身上，都能把他们的功力封困拘禁。为了擒拿你，关星河全力出手。在他看来，如果你能反应过来，至少也是镇守者级别。若是还能躲开那实力，就更不容小觑，绝对已经达到泰斗级别。只是想法很美好，现实却是另一回事。关星河一掌拍出，却见你既不抵挡，也不躲闪，就这么像没反应过来一样，你站在原地连头都没回。封魔居神的术法印在了你的后背上，关星河直接愣住了。你像个没事人一样，慢悠悠转过头看向关星河，四目相对，关星河直接看傻了，时间仿佛在这一刻定格，直到下一秒他回过神来，不可置信的惊呼：你怎么没事？不应该啊！被封魔居神术法打中，任何生灵都无法动弹，连眨眼都做不到。可你不仅能转身，还能跟他对视，甚至还上下打量着他。面对他的吃惊，你看着他，微微一笑：你眼睛里有眼视，就是左眼这里。你好心抬手指了指自己的左眼，关星河愣住了，一时不知道该先擦掉眼屎，还是继续质问你为什么没被封困。不过你没给他思考的时间，说完便抬起了手。关星河顾不上其他，身形瞬间消失，再出现时已经拉开5米距离。这人极度危险，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你没被封困，但仅凭这一点，关星河就知道你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料。泰斗，不，甚至在泰斗里面都是佼佼者。关星河飞快判断着警惕，瞬间拉满。一柄古朴的青铜剑破空而出，盘旋在他周围。关星河紧张的死死盯着你，而你只是摸了摸下巴，微微一笑。我长得很吓人吗？你这么怕我？他愣了一下，显然没想到你会这么轻松的回应，毕竟他展露出来的泰斗级气息，足够让一般人心生畏惧。你不认识我？他盯着你，声音低沉。你看着他，若无其事的接着说道：你很有名吗？也是，半人半妖半鬼的存在确实少见，而且你实力也不弱吧？是阴间来的还是地府的人？你耸了耸肩，在你问我之前，你不先介绍一下自己吗？他显然误会了你的来历，但你决定不揭穿太多。突然，你意味深长的笑了。不过正好，我也有话问你，你脖子上的吊坠哪儿来的？你的目光落在了他脖子上的隐秘珠上。关星河警觉地意识到，你不仅认出了那珠子的秘密，还可能一直都知道他在跟踪你。短短瞬息间，关星河飞速四缩。你到底是谁？你笑了笑，慢悠悠开口：小家伙，我说了，在你问我之前，你该先介绍自己。不过看你这倔脾气，也不见得会答应。话音刚落，你们同时抬起头，不知何时，一个锈迹斑斑却散发着圣洁光芒的四方龙出现在你们头顶。关星河瞬间变了脸色，顾不上你，只见剑气骤然迸发，冲天的妖气、鬼气、剑气，阳间凌厉无比的3种力量自他身上冲天而起。三气化剑与青铜古剑融合，猛烈劈向那看似破旧的笼子。四方龙除了被剑斩出火星子，再无其他动静。关星河一脸震惊，就在他还在怀疑人生时，光芒笼罩住了他。只见他被吸入四方龙，而你也被卷入其中。临入那笼时，你低声道：天条牢笼。随着你和关星河被吸入那破烂的四方笼，同一时间，在遥远的京城一座高楼大厦上，黑城隍站在避雷针尖上。尽管一身破旧的古代华贵衣饰，依旧难掩其先锋道骨的气质。他微微笑着，注视着你们所在的方向。意外的惊喜啊！竟然让我逮到你这个麻烦的家伙，没能从鬼后胭脂口中问出你的下落，没想到还是让我逮着了。就在不久前，黑城隍还在京城琢磨怎么找到你。天条牢笼曾被京城土地公婆掌控过后，他知道若想找到你，只能从鬼后胭脂或者神出鬼没的黑雾男人下手，但他们一个难寻，一个难对付。然而这时，黑城隍感受到关星河的强大气息，泰斗级的气息立马被黑城隍察觉到。他立刻分出分身前去查看，却意外发现除了关星河的气息，还有一股让他欣喜若狂的气息。这正是你的气息。毫不犹豫，黑城隍祭出他为你特意准备的底牌天条牢笼，祭出天条牢笼，将你和关星河收入其中。黑城隍抬手一招，宛若流星划破夜空，天条牢笼飞向远方，稳稳落在他的掌心，看上去像2个巴掌大的古代监牢模型。仔细看，里头有2个小人。别砍了，这可是仙界至宝，任何阳间的剑都伤不了他。摸了摸下巴，你在心里轻声自嘲，看来不用再费力去找土地公了。关星河闻言停下攻击。天条牢笼，他似乎听过这个名字，却一时想不起来。正当他欲开口询问的时候，你们忽然感应到了一双透过栅栏看向你们的巨大眼睛。这个似乎属于巨人的眼睛充满笑意，扫过关星河，最后定格在你身上。好久不见啊，老朋友。你听见声音，一股久远的记忆被唤醒。原来是你啊，黑城隍，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再见。我现在明白为什么小黑说当日你敢自信满找我要杀我，
原来是有天条牢笼啊！对付你这个怪物正面太难，只能使些下三滥的手段。我这份礼物可满意。你正准备回话，却在这时，关星河的声音打断了你们。你是黑城隍！他凛然地看着黑城隍，回忆起丰都县事件报告有关于黑城隍天条牢笼的描述。黑城隍挑眉看向关星河。哦，你认识我？你差点酿成丰都县大祸。作为749局的泰斗，关星河没有半点好脸色，他只想出手斩杀黑城隍。你和黑城隍有仇？黑城隍想杀你，算是深仇大怨吧。他恨不得掐死我。既然如此，我们不如先办正事。我们合力破开天条牢笼，先斩杀黑城隍。你在这时点了点头，对付黑城隍才是正事。你席地而坐，又拍了拍旁边，招呼关星河过来坐。关星河愣了下，嘴角不自觉抽搐。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纠结咱俩之间的事儿，不该一致对敌吗？就在这时，黑城隍的笑声打破了沉默。你还是和以前一样宠辱不惊，就是不知道是不是硬撑着。你的想法不错，单靠你破不开这天条牢笼，得和这个家伙联手才有机会。但遗憾的是，即便如此，你们也别想破开，这是关押神明的牢笼。黑城隍继续说道。你知道齐天大圣吗？由于他大闹天宫，被如来佛祖压在五指山下，天庭才制造了这天条牢笼。为了震慑神明，可比五指山还要坚不可摧，足以关押诸天神佛。闻言，关星河沉默了。他侧过眼看着你，见你并没有反驳，心里猛地一沉。关星河的脸色也越发凝重。既然联手都没用，那该怎么逃出这座牢笼？黑城隍对关星河的神情变化毫不在意，目光扫过你，淡淡说道：“你还是学学那个该死的家伙。”知道逃不出去就老实待着。在黑城隍眼里，他一点都不意外。他早就料到你被收进天条牢笼后，只能选择徒劳挣扎或者什么都不做。唯一让他意外的是，你没有像他预想的那样绝望求饶。他眯起眼笑了笑，心里暗自盘算着：等我分身和主身汇合，再由主身驱使天条牢笼，看你还能不能这么平静。说罢，他收起牢笼，直奔主身而去。天条牢笼内，你悠哉悠哉地坐下，对关星河打了个招呼：“过来坐会儿。”黑城隍说的没错，凭你一个人破不开天条牢笼，我们先聊聊怎么破局。关星河满脸疑惑，这种情况下你为什么还能这么淡定？不过他最终还是安静坐到一旁，刻意保持了些距离，顺便恢复体力。这就对了嘛。先聊聊刚才的事吧。你笑着开口。之前你是谁还没说完。你再次看向关星河脖子上的吊坠，他却没有回应，只是盯着你不解地问：你为什么一点都不着急？被死对头关着你就不怕出事吗？我可不信那黑桥皇会乖乖放过你。你随口回道：他觉得我是死对头不假，但那只是他的想法，我可从来没觉得他是我的死对头。关星河刚想继续追问，你发现手机也没信号，只好打开之前下载的单机游戏。算了，不愿意说就不说，先听我讲个故事吧。你缓缓开口。很久以前有个无名小村庄，村民靠山吃山，大部分男人都是猎人，白天进山打猎采药，晚上教孩子们一些本事。孩子们闲着的时候就比拼掏鸟蛋或者采药。有一天，村子里发现孩子们晚上总爱往山上跑，你知道的，山里夜晚危机四伏，尤其是古代，村民不让孩子们半夜出去，结果他们根本不听，这让村民觉得很奇怪。以前没少教孩子们晚上少出去，怎么最近反倒不听了？你觉得是为什么？关星河有些惊讶，却还是被故事勾住了，顺口回了句：被蛊惑了。他说完又补了一句：古代山里常有野怪吃人是常事，尤其是小孩，说不定是被山精蛊惑了。你猜对了，但还不全对。你接着说道：确实是被蛊惑了，但后来又被人救了。关星河更好奇了，忍不住问：也是小孩？是，但得加个前缀。什么前缀？鬼。鬼！他再次确认，对，是个鬼小孩，准确点说是个孤魂野鬼。随着你的描述，关星河脸色骤变，他似乎听出了熟悉的意味，手也不自觉摸向了吊坠珠子。这故事怎么看怎么像他爸妈讲过的老祖宗的故事，尤其是关于老祖宗如何得到吊坠珠子的那一段。传说里老祖宗当年在山村遇到了一个鬼小孩，那个鬼小孩正是后来把吊坠送给老祖宗的人。意识到这些，关星河忍不住问：后来呢？你继续说道：村民们察觉到孩子们不对劲，于是决定派几个壮实男人偷偷跟着孩子们，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结果他们看见了一幕终生难忘的场景，孩子们在山里和一个鬼小孩玩得不亦乐乎，掏鸟蛋、抓萤火虫，甚至还在鬼小孩带领下摸老虎屁股。讲到这里，你停了下来，戏谑地问：你觉得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鬼小孩被村民发现后，
他们去找道士来驱鬼。关星河似乎话里有话，又补了一句：“请的是一个很厉害也很善良的老道士。”在心里权衡了一下，关星河决定把老祖宗得到吊坠珠子的后续说出来，因为他要确定一件事：眼前黑城隍仇人口中的故事，为什么会和老祖宗得到吊坠珠子的故事这么像？他要确认两者是不是同一个故事。顿时，你一听嘴角的笑意扬起一抹弧度，隐隐确定了一件事儿：眼前这人得到吊坠珠子并不是偶然。关星河这时主动开口：“我说的后续对不对？”算是对的，那是个老道士，也算有点名头。闻言，关星河的目光顿时锐利起来。你怎么不继续说了？你笑道：“别急，等我组织一下语言。”你进一步描述道：“村民发现鬼小孩后非常害怕，他们决定暗中筹钱，然后找到了一个年轻道士。”关星河听到这里愣住了。年轻道士？但你示意他先稳住，继续说道：“村民其实不太乐意请这个年轻道士，觉得他太年轻了，可能不靠谱。年轻道士倒是不在意，表示可以再找个老道士来。于是他收了钱，当晚老道长就赶到了村子，结果鬼小孩确实差点被收了，只是关键时刻，村里的孩子们拦住了老道士。孩子们和鬼小孩已经生出了感情，见鬼小孩要被收走，他们冲上去抱住老道士，甚至还咬他的手，说鬼小孩没害他们，只是想和他们做朋友。最后老道士被孩子们说动了，没有收走鬼小孩，还提醒村民和鬼小孩分开。这时关星河默契接话：“人鬼殊途，待久了会影响人的阳气。正是如此，鬼小孩虽然单纯，可时间一长还是会害到孩子们。老道士提出收鬼小孩为徒，但鬼小孩拒绝了，因为他不想离开孩子们。他求老道士能不能让他留下，可这不可能。鬼在阳间待太久，终究会被发现，这只是早晚的事。山里的山神迟早会察觉村子的异常，鬼的存在会让整个村子阴气加重。就算山神没发现，路过的有道行的道士也能察觉。老道士表示无能为力，但他没有袖手旁观，而是给鬼小孩出了个鬼点子。他说我帮不了你，但有个人可以。村民这才意识到，老道士说的人正是他们当初不愿请的年轻道士。听到这里，关星河终于坐不住了。你讲的故事竟和他老祖宗的经历一模一样。他急忙抢过话头：“老道士后说村民有眼无珠，不愿请的年轻道士其实更厉害，甚至能解决鬼小孩被地府发现的问题，因为他和地府有交集。”话到这里，关星河怔住了。地府交情、阳间禁忌术法轮回印、年轻道士，一切像拼图一样在他脑海里拼合在一起。